台北3月的雨总是带着一种黏腻的含义，像极了苏志恒离开那天，我看他的最后一个眼神，平淡到让人发疯。我叫林雨涵，3年前我是他口中那个不切实际只想往美国爬的女朋友。哟，这不是雨涵吗？几年不见，爬得真高啊。听说你在国外发了大财，志恒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买塔位的钱都没有，你当初吃他的用他的，现在是不是该补点钱给我们这些收尸的亲戚？大姑，志恒才刚走100日，这张嘴给自己留点阴德吧。雨涵啊，别怪大姑说话直，志恒死前还欠了我50万，你现在这么成功，不会连这点小钱都想赖掉吧？这就是苏志恒选择的生活吗？把自己关在9份那间破工作室，没日没夜的敲代码，换来的就是这群血亲的羞辱。我看着这群人，胃部一阵翻高。律师，那间工作室的产权呢？志恒死前绝对说过要留给家里的。林雨涵小姐，我是苏志恒先生的委他律师。他在遗囑中声明，除了9份的房产外，他所有的数位遗产指定由您一人继承。苏先生说，这封信他写了3年，里面锁着3层密码，如果您能解开，您就会知道这3年的真相。哼，数位遗产，那些破代码能值几个钱？那一间房子才是重点。律师，你搞清楚，林雨涵只是个外人。梦想起飞的那一天，是录取通知书，还是创业第1天？我试过所有的日期，全是错误。直到我闭上眼，回到那个大雨滂沱的跨年夜。雨涵，再给我1年，只要1年，我就能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苏志恒，你除了这点可怜的积蓄，还有什么？你的梦想就是吃软饭吗？我不需要你的保护，我要的是成功。冷漠画面一闪，无数密密麻麻的代码跳了出来，代码中夹杂着自动抓取的合约截图。我屏住呼吸，点点开了第1个资料夹，标题是关于纽约的3年，那些你不知道的当脚石。我的瞳孔剧烈收缩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。这3年来，我以为我是凭借着运气与才华，在美国设计界奇迹般的站稳脚跟，但我现在看见了密码1231，密码正确。这笔钱，我当年以为是纽约那家设计公司给的预支薪水，汇款源头竟然是志恒卖掉了苏家祖宅和他的通讯专利。他在台北的地下室吃着泡面，被那群吸血鬼亲戚羞辱，而我却拿着他的血汗钱，在纽约第5大道的咖啡馆嘲笑他是一个没出息的男人。这仅仅是第1层密码。9份的雨比台北市区更加放肆，带着海水的寒味与山区的湿冷。我推开苏志恒那间破旧工作室的木门，吱呀一声，尘封了3个月的空气扑面而来，里面混合着老旧电路板的焦味，廉价泪挂咖啡的余香，还有他身上常有的那种淡淡的药草的苦籽。第2层密码，雨涵，这是你最恨我的那一天，我最恨他的那一天。那是3年前，在我们分手前的1个月，我提前结束实习回到家，却看见苏志恒坐在沙发上，身边坐着一个妆容绚丽的陌生女人。
他没有解释，只是冷冷地看着我说：雨涵，我累了，你追求的目标太远，我只想过这种舒服的日子，它能给我你给不了的安稳。那一晚，我冲进雨里，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这个懦弱堕落的男人。那一晚是05月20日，讽刺吧，在那个充满爱意的日子，他给了我最深的一刀。密码正确。苏先生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明明是为了不让他被苏家的债务连累，来牵你的病。我的脑袋轰然作响，我继续点开资料架里的文档，里面是苏志恒这3年的地下偿本。原来当初苏红仁这群亲戚为了炒地皮失败，背上了高达2000万的债务。这群吸血鬼企图利用志恒的名义去签高利贷借据。志恒为了保住我，不让我被这场法律风暴卷入，他故意表现得瘸废、好色、无能，甚至在社交圈自毁名声，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没用的软饭男。只有这样，那群债主才不会盯上他身边那个即将成名的天才设计师女友。女孩，我就知道你躲在这里，别装了。志恒死前在这工作室里藏了价值3000万的专利权转让书，律师说，在他所有的数位遗产，女孩把随身碟交出来，那本来就是我们苏家的东西。你说专利权转让书，我确实找到了，但我还找到了别的东西，比如3年前你们是如何伪造志恒的签名去签高利贷，还有这几年你们转移苏家公产的非法记录。你胡说什么？志恒在硬碟里留下了第3层密码，他说那是送给你们最后的礼物。你们想看吗？那就等明天的追思会，我会当着所有媒体和苏家合作方的面亲自打开它。我已经设定了自动上传，只要我现在出示，硬碟里的资料会立刻发送给台北地检署。我的心很痛，痛到快要窒息，但我知道这一次换我来守护苏志恒的尊严。追思会的当天，台北的天空难得放晴，阳光刺眼的让人想哭。苏家在2晕包下了最体面的礼厅，苏美华穿着一身考究的黑旗袍，正对着前来触宴的商界人士抹眼泪，戏演得比谁都真。而苏红仁则忙着在一旁与某家科技公司的代表交谈，手里夹着那份他宣称从志恒工作室拿回的专利草案。志恒这孩子生前最挂念家里了，这份研发成果是他最后的心血。是吗？但我怎么记得他生前最挂念的是怎么躲开你们这群吸血鬼。我推开礼厅的大门，身后跟着陈建国律师和2名地检署的陪同人员，礼厅内瞬间鸦雀无声。我今天没有穿设计师那种浮夸的套装，只是一身简约的黑，但我的眼神比3年前甩掉苏志恒时还要绚丽。林雨涵，你闹够了没？今天是大日子，你一个外人凭什么进来？这3层密码的最后一层，志恒留给我的不是专利权，而是你们犯罪的证据。你们以为他在9份那3年是在虚度光阴？不，他在用他剩下的每1秒钟，把你们对他、对苏家做过的每一件恶行，全部写进了这台伺服器的后台。苏美华脸色由青转白，手里的酒杯摔碎在地板上。警察随即步入会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这2位企图侵吞遗产、涉嫌伪造文书与煞机的家属带离。
店旁宾客议论纷纷。这场以善的追思会变成了苏志恒迟来3年的审判大会。我站在空欧苏的灵堂前，看着志恒的照片。我赢了，我帮他把尊严夺回来了。可是为什么我的心却像被掏空了一样？半夜，我独自回到9份那间工作室，这里已经被法院封锁，只有我有说事。我坐在满是灰尘的桌前，打开笔电，插入随身碟，一幕跳出最后的对话框。第3层密码，雨涵，这是我最爱你的那一天。我的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。最爱我的那一天，是我们第一次接吻，还是他跟我求婚的那天？我试了所有的纪念日，统统不对。在那晚分手后，我因为东西没拿齐，凌晨2点偷偷跑回公寓。我从门缝看见苏志恒一个人坐在露台，手里拿着烟火升起的天空，轻声说了一句：雨涵，新年快乐！你要飞得很高，高到看不见我的痛苦，那样才好。雨涵，你看到这里时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，瞒了你这么久。那天我不是要伤你的心，而是医生的报告说我只剩3年。苏家那些债务是个无底洞，我不能让你在追求梦想的时候还要缺着一个死人的烂账。我让全世界都以为我是废物，这样那群人才不会去烦你。这3年，我在9份听着你在纽约的消息，看着你拿奖。雨涵，去爱一个能陪你到老的人吧，别回头。这辈子辛苦你爱过我了。录音结束了，窗外的雨声依旧，9份的武器伸进了室内。我趴在桌上，紧紧抱着那个冰冷的随身碟，发出了这辈子最凄厉的哭声。我终于飞到了最高的地方，却发现我的天空一直是那个被我践踏在脚底的男人用命撑起来的。